当美国人迷上了中国的团购 APP， 美国政客想制裁中国软件，那可就是跟自己人过不去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中国社交媒体 APP 在美国遇到的各种压制，比如 TikTok 还有微信等等都被美国人黑过。美国国会呢，还有一些州的州议会都搞出来一些个法案，虽然这些法案并没有限制美国的普通公民自己使用这些 APP， 但是法案要求了美国的政府机构、大学、科研机构不得使用这些软件，另外呢，一些软件下载平台也不得提供这些个下载服务。这就导致很多美国人不得不做个选择啊，要么放弃已有的社交环境，要么就得团结起来跟国会、联邦政府、州议会进行抗争。现在呢，中国的电商购物 APP 也冲进这个战场，并且这次还有可能会引起美国内部更大的争论，成为让美国那些反华政客更头疼的对手。咱们呢都在国内见过一个著名的购物软件，就是让你找人帮你砍一刀，每次呢还都让你距离成功免费获取商品只有量子级距离那个。目前这个软件呢在美国已经火起来了，带着美国人天天要砍一刀了。其实大家都一样，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运气，而且呢美国很多年轻人也指望通过这么一个 APP 能够买到便宜货。毕竟在美国当前通货膨胀大背景下，前段时间啊，就是国内有些官媒还发一篇文章说美国25%的人吃饭成问题了。一开始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，至于吗？后来一查，感情这个数字是美国农业部的合作智库发布的正式官方数据。我又问了一下在美国工作的朋友，说情况如何呀？他说确实啊，日用消费品涨价有点厉害，而且大街上在垃圾桶里边找食品的人真是比以前多了。所以这么一个 APP 让美国人看到很多商品是可以拿几美元就买到的，这就很有诱惑力了。特别是还有人拿这个 APP 跟美国的亚马逊做了一个对比，就是同品牌同款产品价格能有近10倍的差距。所以美国人拿到这个软件之后，说自己可以花更少的钱当低成本富豪了。那么结果就是这个 APP 在美国下载排行榜上快速攀升。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Sensor Tower 数据显示，截止至3月26号的1个月之内，美国人在苹果那个 App Store 还有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中下载最多的前4个 APP 中全部来自中国，而这个购物 APP 排名第1，比 TikTok 还高。其实大家都明白啊，这种商业模式能够火起来有2个前提，一个是必须有大量的性价比足够好的日常消费品，目前能有巨大产能并且保证供应的当然只有中国。另一个就是中间流程要简化，这就要比拼电商平台的供货渠道、工作效率和运行成本了。而这个优势在谁手里更不用说。所以美国年轻人的幸福感就像一条鱼，会被紧紧地挂在中国电商还有生活必需品这个鱼钩上。而美国政客们如果这次还想打击中国这类电商软件，那就要好好想一想。他们一直说要实现供应链转移，要恢复美国制造的活力，但是美国当前这个高通胀背景下，他们要怎么脱钩，怎么转移供应链，才能把双方电商平台之间这么巨大的产品销售价格差距抹掉呢？如果不管3721，继续玩用户身份隐私这套说辞，下狠心下决心排斥中国的电商 APP，那就等于打击了美国很多中低收入阶层人群的生活水平，恐怕更多的美国人要跟议会或者政府对着干了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控制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成本的时候，美国政客们那套中美脱钩梦也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。